小格格和乌鸦仔的首次飞行，也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。为了能够保持在天空中翱翔，小格格特意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只见他轻松踩下脚踏，尾翼瞬间打开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美好的飞行盛宴。You ready? Let go. 他们飞行的过程中，发现了许多海鸥，穿过了高大的山丘。此时这一刻的你，也许想要一个和乌鸦仔一样的宠物陪伴着彼此。就算生活有多困难，只要有一个伴和你玩耍，那么再苦的日子，咬咬牙也会挺过去。有了这次经验后，小格格打算来做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因为乌鸦仔失去了尾翼，他现在的所有飞行都靠小格格来操作。两人配合挑战，飞向更高的天空。可正当小格格沉迷于高兴之中时，操作图纸突然被大风刮走，吓得他立马叫乌鸦仔停下来。然而下一秒，乌鸦仔直接停下了铁大的翅膀，悬浮在半空。小格格瞬间失去平衡，脱离了坐骑，一人一龙直冲中朝地面撞去。这可是万米高空呢，一旦摔到地面，不得直接变成肉饼？难道他们要完了吗？不可能！乌鸦仔凭借高超的护住意识向小格格飞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格格成功抓到驾驶边缘，回到乌鸦仔后背。在即将落到地面那一刻，他使劲地拉升乌鸦仔，但那速度已经是停不下来，一路向山丘冲去。好在他们配合默契，才穿过层层阻碍。小格格原本还想看着图纸操作，可奈何风速太大，气得他直接将其丢掉。凭借自己和乌鸦仔相处多年的经验，带领着他穿梭在大海的每个角落。在这一刻，小格格已经成功驾驭乌鸦仔。画面一转，小格格已经来到屠龙大会最后一场决赛。这次的父亲很看重他，而他们要面对的便是肥胖的葛伦科隆。翠丝还想过去将其制服，随后拿到冠军。可当他来到脸上时，葛伦科隆已经被小格格制服，瘫睡在地，气得翠丝拿着斧子怼上小格格。好在巫师及时阻止这一切，最终屠龙大会的冠军被小格格获得。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，因为有些人彻底恨上了他，特别是翠丝，看他这刀人的眼神简直恐怖如斯。大会结束后，小格格立即带着余筐来找乌鸦仔，殊不知他已经被盯上了，是部落的翠丝。大赛上面比不过，他便打算在私下教训小格格，抢了他风头。正当他将小格格放倒在地时，突然一声怒吼引起他的注意，乌鸦仔从里面跳出来，张开翅膀就要动手。幸亏小格格安抚了他情绪，而此时的翠丝已经被吓得瞪大了眼睛。小格格见状连忙解释，同时各自介绍了乌鸦仔。可翠丝居然还想去拿斧头，不出意外也是遭到了乌鸦仔的呲牙咧嘴。最终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小格格逃离了这里。小格格对此也很无奈，乌鸦仔看不下去便转身就走了。翠丝吓得想要回到部落将消息告诉首领，可乌鸦仔怎么可能让他如意呢？他过来直接将翠丝给叼走，飞向了高空，让他品尝一下大自然的感觉。为了不让翠丝将乌鸦仔的消息说出去，小格格便将他放在山峰边缘，乌鸦仔他们便在头顶静静地看着。翠丝直接破口大骂起来。小格格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婆婆妈妈，最后才将翠丝给说服，接着便坐在乌鸦仔的后背。可翠丝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她居然不抱住小格格。乌鸦仔见状，直接来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飞行技巧。乌鸦仔也是服了，你俩的爱情居然要我一个宠物来搞定。他带着翠丝横穿整个山丘，因此翠丝的声音也传遍了大海每个角落。好家伙，别人都是骑的小电驴约会，你俩倒好，居然骑着乌鸦仔放飞自我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最终翠丝也是接受了乌鸦仔，同时和小格格成功交往。可当乌鸦仔穿过云层时，他似乎被某种力量给吸引，周边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恶龙，他们全部带领着食物前往同一个方向。为了查清这一切，小格格骑着乌鸦仔跟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洞，这里正处于岩浆的上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正是恶龙的巢穴。飞回来的恶龙全部将食物丢向下方。突然，一只巨大的嘴巴从下面出来，把葛伦克隆给吃掉。其他恶龙看到这一幕，纷纷躲了起来。小格格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让乌鸦仔迅速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出来后，崔斯打算把这个信息告诉首领斯托，可小格格阻止了他。他不想让父亲知道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，一旦知道龙巢的位置，父亲肯定会带领村民前来，这样他们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What do we do? 面对翠丝的问题，小格格也只好说自己会想办法的。最后，翠丝送上一个香吻，才缓缓离开。这一幕直接把小格格给高兴极了。不过这一切还得是乌鸦仔的功劳。因为小格格获得了屠龙大会的冠军，所以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极其恐怖的纳德龙。只见教练打开了开关，大门也被成功打开。下一秒，